小时候，姐姐经常与朕上来看着晨光照耀未央宫和长安城。弟弟从小就有鸿鹄之志，说要居高临下，看清楚这片大汉江山。姐姐还记得这些划痕吗？怎么会忘记呢？我与弟弟第一次登着城楼，就以我们的身高画下印记。之后每年，你我都会相约来这城楼比高，直到我们可以看到城墙外的景色。弟弟乃一国之君，国事繁重，多少年，我们两个没有来到这里看朝阳。自从姐姐出嫁，就很少上这城楼了。我与姐姐从小在这里经历过欢乐悲苦，也许过无数的愿望。我曾经看着城外满眼的青山绿水祈愿，愿弟弟能成为千古帝皇。如今，我心愿已达成。而弟弟如今的愿望是姐姐婚姻如意。听闻汝阴侯独自前往狩猎，或是不知姐姐马术了得，不然怎舍得不与姐姐夫妻同行相伴？待他回来，朕定要好好提醒他。夏侯颇虽是侯爵，但姐姐可是金枝玉叶，与朕同气连枝。看他有几个胆，敢冷落姐姐？弟弟想多了，是我想静心，独自悼念母后，把夫君打发去狩猎。谅他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冷落我这个公主。弟弟，别为姐姐的事担心，安心治理大汉河山。你看，如此锦绣山河，都在弟弟脚下呢。是啊，想朕登基以来，举孝廉，肃吏治，四海之内百业兴旺，国泰民安，靖边患，辟疆土，这历代既往，幸有卫青之忠勇，终也达成了。卫青不愧是朕的得力猛将，朕已于阵前封他为大将军，但以他的功勋，当进传德殿再行封赏，以让后世传颂。传德殿向来若非皇家流士，都不得入殿。卫青就是朕的家人，此次大胜外敌，卫青劳苦功高，朕要祭告先祖，也要让全天下人知道，百官公侯做不到的，卫青可以。臣卫青，叩见陛下、皇后、公主。卫大将军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卫青，你可知道这传德殿中的石屏风为何会刻有碑文？回陛下，臣闻石屏上所刻乃我大汉历代帝后功德善行。不错，先高祖，击楚王，平中原，立大汉，却遭外敌白登之败。今日得你大获全胜，为先祖雪耻，为汉室争光。将来这里一定会记下镇杀外敌、平外患之功，而此功此绩，也必镌刻上以卫大将军的名号。陛下洪恩，
臣必誓死效忠，鞠躬尽瘁，为国为民，守疆卫土。卫青功勋卓著，单单一个大将军的名号，恐怕不足以彰显。朕今日要在先祖面前表你功绩，扬你威名，加封你6000户10邑，封你3子为列侯。陛下，臣闻先帝杀白马与众将为盟，非刘不封王，无功不封侯。今日卫青3质子，寸功未立，何敢受封？此战大捷，全仗诸将士同生共死，齐心协力，望陛下犒赏将士，以示陛下爱民如此之心。好，不愧为朕的大将军，那就依你所言，朱校尉加封为侯，犒赏全军。还有，你外甥霍去病勇武矫健，颇有长进，封为侍中，留在朕身边，待日后与你一起驰骋沙场，为汉室再立功勋。臣带全军将士和霍去病谢陛下圣恩。开始起风了，又是饮菊花酒、食蓬饵的好时节。母后最爱吃的就是蓬饵了。拜见公主。大将军，无需多礼。是为军士入宫见驾。因家人入宫家具，所以特来邀请皇上移驾交房殿共庆。大将军显亲扬名，该与家人相聚共贺。眼看就要转凉了，季节交替，气候不定，公主保重身体。多谢大将军关心。大将军沙场征战，常遇凶险，更要多多保重才好。多谢公主提醒。来，参见公主。已贵为大将军夫人了，又不是平阳侯府的婢女，怎还如此多礼？在沈家心里，公主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公主。你在平阳侯府时，我没太注意你，只当是一个普通的歌妓。原来如此善言懂礼，大将军真是有福气。公主过奖了。啊，你看我多糊涂，把正事忘了。二姐已经带着去病去了正殿，皇后便叫我来看你，是否要陪皇上过去？皇上说稍后过去，叫我先去。行了，别让皇后久等，你们去吧。公主，那快去吧，不要耽误了你们一家团聚就好。臣告退。谢公主。走。公主，哎，此次狩猎，微夫收获甚丰，当中有一只银毛野狐，更是珍贵。今早特意入宫献给皇上，皇上龙颜大悦呀。是吗？原来是入宫献宝，皇上高兴就好。来坐。本来还捉了几只野兔，想献给公主的，但是想想，公主一向仁慈，就替公主放生了。
是吗？我倒另有一样东西，想向公主求教品鉴一二。店家为我设计了这个方瓶，说有其深意，但我怎么也参不透，深意在何处？公主向来冰雪聪明，可否指点一二？瓶中夏虫欢欢，阳下春风暖暖。疏若秋月皎皎，轻如冬雪纷纷。平阳舒清，如此用心良苦，还说不知其意。君侯要借这诗来夸赞我心中皎洁舒清。怎么会只有舒清？我明明还让店家写了贤良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理论去。你不是说我娇生惯养、任意妄为吗？怎么现在如此夸赞我？公主，是我错了，我千错万错。当日一定是我昏了头，发了疯，才会误解公主。君侯可不要勉强认错，委屈自己就不好了。我一点都不勉强啊，公主。那天我也是爱妻心切，才会乱了方寸。如今细思静想，我已经知错了。此次向公主赔罪，就是要打要罚，任公主发落啊！公主，看在我一片真诚歉意，就与我回汝印吧。以后我自当如诗中所示，与公主共享四季美景。我累了，明日再说吧。公主，那我陪你。孩子们见到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先谢过皇后了。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只有你和我，就不用这么多礼。我这个做姑母的，平日很少见到侄儿们，也不知道他们喜欢玩摇鼓。若不是上次家宴提起，姐姐，你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听说上次家宴，你遇到平阳公主。对啊，公主远嫁汝阴，本以为见面的机会不会多了。她对你……家宴回去后，卫青啊，就和你现在一样。我还不是担心你有委屈啊。我很好，有你和夫君如此在意我的感受，什么都烟消云散了。但依我看，你心里有委屈。成婚以来，每当我忙于家务时，卫青总是适时地送来一杯清水、一盆果点，或是换人来帮我，总怕我太过于操劳。真没想到，我这弟弟呀，还如此体贴。其实，不管当初如何，我知道，他现在的一言一行，心都是向着我的。我只是一个小女子，只要夫君能够真心相待，孩子伶俐孝顺，对我来讲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卫青他说的没错，你就是那任风吹雨打，也昂首不惧的家草，更是翱翔天际，与青天相伴相随的劲草。我这株与青天相伴的劲草要赶快回府了。明日啊，卫青和段大哥要把酒练剑，所以你要急着回去，帮他收拾打点。能够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看到他健康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啊。
走！卫青，卫青！我们回到汝阴，先在我城郊的山房小住，天天赏花，看看日出日落，观星月云雾。只有我们2个人。让我们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！我要上山！别往前挤！站住！喂，前面何事？为何关闭城门？小人也是奉命行事，由现在起封锁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你可知，这车上坐的是何人？堂堂汝阴侯与平阳公主，你也敢阻拦？你是奉谁的命？奉皇上的命。自从做了皇上身边的侍中，果然不同。公主，皇上可有说过，连他的姐姐也不能出城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还请公主恕罪。臣实在不能为公主和君侯开门，因为大将军刚刚被刺客行刺。皇上有旨，闭门封城，捉拿刺客，任何人都不得出城。如有违令者，斩。所以大将军伤势如何？请恕臣不便多言。公主还是请回吧。不要推搪，快说！大将军伤势如何？有无性命之忧？大将军遇刺，关乎国事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消息，否则罪同叛国论处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如此劳师动众，看来伤得应该不轻。去大将军府，听到没有？我说去大将军府。谁敢拦本公主？参见平阳公主，夫人下令闭门谢客。全给我让开！公主，公主，大将军确实不见客呀。公主，参见公主。我要见大将军。大将军真的能参见公主。公主请留步。敢问公主，可是奉旨而来？大将军遇刺，我前来探问，何须圣旨？既无圣谕，大将军不见客。公主请回。我是卫青的雇佣，亦是雇主，与他还是君臣相称。难道他连我都不肯见？还是伤势严重的不能见人？沈家不便多言，请公主见谅。皇宫禁苑都无人敢阻拦我，就凭你？可此乃大将军府，我是大将军夫人，公主请回。喜娘，是，你是如何管教女儿的？尊卑不分，欺辱雇主，忘恩负义。公主岂可？还不快为本公主引路！公主，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冲动无助于卫青，公主请自重。相信公主与我一样，都非常担心卫青伤势，但请公主稍安勿躁。嘉儿，卫青现在伤势如何？回皇后，大将军情况不可外泄。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并非外人。难道连生死都不能说吗？还是有人从中作梗？沈家出身卑微，从未敢望公主提携，更不会故意刁难公主。但这却是皇命。我要见他，看他是否安好。公主，汝阴侯夫人请自重。公主既为人妻，硬闯大将军府，登堂入室，非要见卫青不可，叫人如何看待公主？本公主胸怀坦荡，关心为大汉出生入死的大将军，难道还要顾虑那些无知妇孺的狭隘目光？即使公主不顾自己的境遇，难道也不维护大将军的名声吗？公主对臣下的关心，即使本宫能体谅，沈家能理解，这堂中的众人不敢多言。那汝阴侯呢？本宫方才进来，见汝阴侯的马车尚在府外等候，
这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目睹公主抛下丈夫走进大将军府，又叫汝阴侯情何以堪？汝阴侯夫人，请放心，卫青自有大将军夫人的照顾，若有消息，定当报知。汝阴侯夫人，请回。恭送公主。石总管在。送客。诺。有请夫人，代为问候大将军。打扰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皇后啊，幸好你及时赶到，否则今日都不知怎么请公主走。女儿啊，没想到你的架势可以挡得住公主啊！哎，你的手抖得比我的腿还厉害啊！带我去见卫青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去求神保佑你们夫妻俩，怎料一进家门你就告诉我卫青受伤了，到底伤得有多重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母亲啊，你留在此，我先陪皇后进去，你替我挡住来客。卫青受伤，王侯百官肯定也想来探，下人恐怕拦不住。喜娘，你是太夫人，皇后放心，女儿放心。虽然公主我挡不住，但是其他人，只要有我喜娘在，谁也休想踏进大将军府。你们也在此等候。诺。卫青自出门和段大哥练剑，就一直不曾回府。传出他受伤消息后，我只是受命守府挡客，却一直无人来传他的消息。我得知卫青受伤时，皇上在议事，我无处可问，就赶过来，却没有了解事情始末。你也是关心卫青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，伤得严不严重，有没有性命之忧啊？你别担心，我即刻回宫，向皇上问明白。陛下放心，臣都安排妥当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。谢陛下。外面是否一切顺利？朕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侍卫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刺客，如今全城戒备，人心惶惶。官民都在议论你是生是死。先前在长安城中形迹可疑的淮南客旅，果然在一日之间消失无踪。看来我们的估计没有错，他们是在为刘安通风报信，以刺杀卫青。想必他们如今已经逃回淮南，争相报密。只要他们的目标不是陛下，臣就安心了。刘安这是老狐狸，不敢刺杀朕，就谋害我们的甘城大将。他若是得逞，下一步恐怕就是挥军长安了。幸亏陛下英明，早料到边疆战事刚过，我军两手兵乏，刘安必定会趁危偷袭我们，提前布置了守城防兵，才能发现那些淮南客旅。也要你们故意放出卫青单独到城郊的消息，才能有机会引出刺客。其实朕知道你们二人准备以身诱敌，别不无担忧。毕竟敌暗我明，你们又以寡敌众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谢陛下为臣劳心。此计虽然会有风险，但我们也是早有防备。其实，风过留痕，雁过留声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早在臣等鼓掌之中。何况臣早就以甲护身，即使故意被擒，因刺客攻击，也会安然无恙。而且在刺客发现我有护甲时，还有段大哥会杀了他。我是怕他露出诧异之色，会被逃走的其他刺客发现。那些刺客味觉不妥，不知我们故意放生他们，更不知我以假解蒙混，见任务已了，便慌忙逃逸。不行！但我还是抱住卫青，高呼其名。卫青！相信那刺客已将我受伤的喜讯带给刘安了。
刘安以为可以刺杀我军主帅，乱我军心，朕就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。陛下，臣已在淮南通往长安的险要之道布置了新兵。一旦段大哥带来刘安起兵的消息，臣就领兵伏击，以少胜多，以逸待劳。有了你们的周全计划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委屈你，暂住这密室中，为朕筹谋。只要陛下有用得到臣的地方，臣万死不辞。要向你的家人隐瞒，让他们担心了。但此事重大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除了此处的这3人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诺。可陛下，皇后与卫青素来姐弟情深，皇后知道卫青遇刺伤重，必心急如焚。陛下圣安。免礼。来，皇后过来陪朕喝酒。诺。臣妾还以为朝事繁忙，想不到陛下有如此兴致。秋意渐深，朕煮了菊花酒，刚想叫子夫过来共尝，你就来了。其实臣妾早前来过，只是陛下在议事，知道朝中有紧急之事，不敢打扰。今日确实朝事忙，烦恼多，难得今日可以舒舒气。子夫就陪朕喝几杯吧。看来朝中烦恼之事已经事过境迁，并无大碍。酒味如何？菊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果然是好。酿造美酒，讲究稻凉制幽，酿取得时，吹煮洁净，还要水泉香醇，器皿精良，火候恰当，这几样缺一不可。可朕认为，这6物之外，尚有一点，就是安心静候。6物具备，就要将之封存，静待酝酿成酒。若执意在中途解封揭盖，那就会泄了酒香，坏了美事。既然陛下不欲接着酒中奥秘，却任由外间风言物语迭起，相信必有深意。酿酒繁琐复杂，但愿朕的子夫不用操心，只要心安意舒，静待好酒酿成，与朕一起品尝其中意趣。臣妾先谢陛下赐酒。既然陛下想听风赏物，臣妾也盼尽一份力。就让臣妾率领后宫众人素服斋戒，出城到高祖庙祭告，以助那风急雾浓，愿美酒早成。不愧是朕的子夫。夫人，夫君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虽然姐姐叫我不用担心，安心在府中党课，可是一天没有见到你，我的心就是放不下。放心，放心吧，我们现在不就是相见了吗？其实我也对你放心不下，别哭，啊，别哭了。这次还好有姐姐说情，才能让你我见这一面。其实姐姐早就猜到，你和皇上是故意散播消息，她就带着嫔妃出城祭祖，让长安城内外都以为你危在旦夕，
这次真要多谢谢姐姐，但更要感谢你。这段时间里，既要照顾家里老小，又要为我挡客。只要夫君安好，做什么佳儿都愿意。我知道，公主曾经到大将军府，公主恃强，你又一直视她为恩人，与她相持，受委屈了吧？公主与夫君交情深厚，得知夫君重伤，她必定焦急，却又不得见，难免担忧。幸好有姐姐及时出现，帮我解围。与佳儿成婚后，每次我陷入危急，紧要关头，我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姐姐，我的3个孩子，还有可以把秘密、性命都交托的我至亲的妻子。听到夫君这番话，佳儿很开心，只盼望夫君以后能够诸事不相瞒，只盼着片刻的相依能够永远就好了。真希望我可以早日平定内忧外患，一家团聚。既然是生死之亲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。等夫君回来，只要夫君能够平平安安，就算折佳儿的寿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的。到时候我就可以天天为你漫舞，无忧无虑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够了！不要再碰你师姐的遗物了。人家可是奉了你的命令来打理师姐的毒物。回长安这段日子，你也不来看看。虽然我知道你怕触景伤情，可放着师姐这么多好东西不管，岂不浪费了她多年的心血？你这可算是对不起她呀！收了我的钱就替我办事，惹我不高兴，你就滚！若是坏了大事，你就死！哼！哟，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我自当尽全力。你放心，我用药的本事与师姐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双剑合璧，自当横行无忌。我才不要什么横行无忌！那你要这药来又有何用啊？给我的棋子吃的。已经用上酸枣仁、龙齿、合欢皮这些药材了。王姬的经悸多梦、虚烦不眠之症还不见起色。皇后，梦魇乃心念所系，若要根治，还要知道王姬所忧所怕、所梦为何事啊？本宫也多番问他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心中所忧，更不知所梦为何物。真是令人忧心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你先退下吧。诺，臣告退。约好了，朕今日与儿女们画马勺，朕可没有失约哦。多谢陛下百忙之中记挂此事。答应过你的事，朕怎么能忘呢？怎么你好像很疲惫？这阵子要劳心的事情不少吧？刚才是太医令报告众妃的健康，没什么吧？
每月循例上告也没什么，只是王姬近来总是梦魇缠身，半夜惊醒不能入眠，即使用药也没见什么起色。他看上去纤纤弱身，倒也需要多加注意。陛下要前去一探吗？朕也好一阵子没有去看他了。去也好，那你就先准备画马勺的用具，朕很快回来。诺。王姬，你怎么了？皇上驾到！王姬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你终于来看奴婢了。如果你再不来，可能就见不到奴婢了。这是什么傻话？奴婢让妖魔缠上了，怕过不了几日，奴婢就要命丧黄泉了。朕是天子，这里是朕的皇宫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要退避。别怕啊，朕来了，朕保护你。谢陛下。告诉朕，你到底梦见什么了？或许你只是日有所思，犹疑生梦。说出来，朕为你分解。奴婢实在不知为何，这阵子一睡觉，便梦见有一只怪兽一直追赶着自己。什么怪兽？怪兽又壮又大，奴婢从来都没见过，实在是说不出来。那你就试着描绘出来，给朕看，朕替你琢磨处置。这个就是怪兽的耳朵，它就不停地追赶着奴婢。奴婢回头时，就见着耳朵的模样。来，接着画。陛下，取笑奴婢。朕不是笑你，朕是开心。奴婢每天被这怪兽追赶着，陛下还这么开心？这哪是怪兽啊，这就是熊啊！熊？熊会吃人的。你呀，不管它会不会吃人，只管为朕生个白白胖胖的皇子就好了。大人瞻之，为熊为皮，男子之相。梦熊意味着要生儿子。朕只有一个皇子，你若真能为朕再添一个，那朕就封你这个糊里糊涂的王姬为夫人。告诉朕，你到底梦见什么了？奴婢每天被这怪兽追赶着。这哪是怪兽啊，这就是熊啊！大人瞻之，为熊为皮，男子之相。梦熊意味着要生儿子。你若真能为朕再添一个皇子，那朕就封你这个糊里糊涂的王姬做夫人。陛下，昨晚等了朕很久了，是朕失约了。后宫姐妹众多，陛下不能总流连臣妾这里，雨露均沾，
也是臣妾一直所期盼的。如果有眼泪，可以让朕看见；如果有委屈，可以向朕倾诉。臣妾并无委屈，陛下不来，自有陛下的原因。臣妾也好自娱自处，清闲静心。这马勺，应是你由心而作，用色暗沉，心中也一定是暗沉无功。你是朕的妻子，你若难过，不让朕知，让谁知？今日种种，臣妾请陛下裁选时早已料到。皇后的责任，延绵后嗣的期盼，对其他嫔妃的感同身受，也一直不曾忘记。可原来，道理再明，气度再好，也抑制不了心中酸意。但朕作为你的夫君，朕倒喜欢看着你为朕吃醋。你要记住，不管今后如何，你在朕心中的地位永远不变。如今普天之下都在议论，以为卫青遇刺已伤重而死，只是朕不敢发丧。淮南那边已经整装待发，一切按我们筹算而行。卫青已经布好了3道防线。第一道就是城高要道，刘安与衡山王不和，出兵必然绕过衡山王封地，那城高就是必经之路。但城高要道宽阔，刘安不难杀出，所以还有第2道防线，就是小罕。此处深险异常，乃天险所在。臣的密探来报，刘安多番与崤山以东各郡国联系，看来刘安是想以崤函作为据点，借兵力与天险突袭长安。卫青虽然在密室之中，却早已派亲信驻守崤函里外。此地关隘坚固，易守难攻。我军早着先机，伏兵于此，就可以叫刘安全军覆没。好一个卫青！此次布阵看似守，实为攻。我们就以逸待劳，瓮中捉鳖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的侍中雷贝跪于未央宫外求见陛下。此人乃刘安亲信，此时来长安，千万不要坏朕的大事。陛下，臣雷贝急奔长安，只为忠心效力陛下，不能坐视淮南王刘安图谋作反，悖逆无道，特前来禀告，望陛下挥兵征讨。淮南王在封地一直安分守己，爱民之名远播。你一个小小的郎中，竟敢以下犯上，若无凭证，便是诽谤亲王。臣并无诽谤，淮南王屯兵已久，伺机而为。早前大将军遇袭被刺，就是淮南王指使，旨在令汉军无帅，军心不稳呐。你当朕是昏君吗？没料到这一切，不会预先埋下伏兵吗？陛下受罪，罪民只是弃暗投明心切，才急于相告。但有一事，陛下恐怕不知，其实刘安早在陛下身边埋下细作，而那人正是郎中令段宏。你是在说我吗？陛下，段宏与刘安多次私会，透露陛下政策与布防，让刘安早做防备。来人，在！拿下！走！陛下，段宏背叛陛下，与刘安合谋，我只是坦言相告，为什么要抓我呀？那我也可以坦然相告，我与刘安种种交往，都是受于皇命。何况你自己不就是悖逆君王吗？有何资格指控于我？不错，雷贝，今日你可以背叛刘安投靠朕，他日也可能叛逆朕投靠旁人。如此朝秦暮楚之人，我大汉弃如草履，更何况拜你所赐，朕的计策功亏一篑。什么？
你真以为刘安的阴谋举动，朕不察不知吗？段宏叛变是假，卫青遇刺虽真，受伤却是假。一切只是诱兵之计。我们早已设下埋伏，只等刘安起兵，便一举歼灭。可你带着刘安的秘密出逃到此，刘安一定会顾及你的告发。你以为刘安还会出兵吗？雷贝，你坏朕大事，罪该万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你去淮南，雷贝一来，刘安定会按兵不动，而且日后行事会更加谨慎，也有更多时间屯兵勾结。对大汉来说，更是心腹大患。如若外敌在侵，刘安有取得机会起兵，我们就会首尾失据，防不胜防啊！目前汉军未及整顿，难以挥军远征淮南，而且刘安外有贤明，又无谋反实据，即使汉军能去，也是名不正言不顺。这些朕当然明白，但就算卫青领兵，都未敢保证能胜过淮南精兵。正因不能力敌，所以只能智取。臣去一方面可以细查与他合谋的郡国诸侯、朝臣百官，让陛下早做防备；又可以钳制他用兵，让陛下立于不败之地。此计若能成事，固然是上策，但段大哥你不带一兵一卒，万一不能取信于刘安，只身一人，就算你武功再好，又怎可抵挡千军万马？朕实在不想失去臂膀。雷贝既然告发臣与刘安勾结，那陛下将臣降职，以示不信，臣或能博取刘安信任。以臣与刘安几次交往，他是求贤若渴的，以臣之能，他不舍得杀我。你可知稍有差错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那臣就托陛下庇护，得那一线生机。参见皇后。段大哥，我正想去交房殿向你辞请，经过御河看到烛灯，相信是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我正是在为段大哥放灯祈福。吾兄安息，谢谢妹妹。段大哥忽被贬职，又要远赴淮南，个中详情我虽然不能细问，但深信此去是任重而道远。任虽重，道纵远，但能保护长安城中与未央宫里的人，也是值得的。段大哥，能否说实话？此去是否凶险极大？有妹妹的助导，哪怕什么凶险？叛父叛归，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若能遂愿，我也别无他求。段大哥，段大叔的事，子夫定会继续留心，派人继续寻找。但段大哥必须要平安归来，才能父子团聚。就算人不在，魂也一定会归来，守护所爱。传天朝特使中尉段宏觐见。
尉段宏参见大王，参见王太子。段大人此次前来，非为寻父，也非为叙旧吧？回大王，段宏这次是以特使身份而来。特使？雷贝那叛将向皇上污蔑本王，你是受命来夺我封地、诛我一族的，是不是？段宏是来查证一切，而不是要妄作定论。我无意谋反，是被奸人陷害，你信不信？我信不信并不重要，大王重视的该是我如何回禀。哼，难道你会说淮南忠诚吗？皇上会信吗？所以我并不打算回长安上报。你是说，你是来投诚的？不错。恐怕你是假意示好，实为探我虚实吧？好。我被雷贝揭发与大王有交情，不管我如何上报，也难在刘彻面前立足。此次请旨出使，只是一心前来投靠大王。大王竟如此相待，原来纵使我有忠肝义胆没用，纵使我已斩雷贝，为大王报仇消恨没用，纵使我夜访衡山王，祝大王与衡山王兄弟修好也没用。事到如今，段宏已无路可走，要杀，不用劳烦大王。段宏横剑一抹便可。什么？你真是来投诚的？其实刘彻早就猜忌我，卫青又越来越霸道欺压我，即使没有雷贝告发，我也早想投奔大王。哼，你为活命当然说得好听了，但你可是自荐来调查我们，说不定今日走了，回去就向皇帝请功了。我若不自荐，能逃出长安，投奔新主吗？大王，我本带了3份大礼，以表忠诚，你还想要吗？段兄弟所说的3份礼，究竟是什么？第一，是一个消息，卫青根本就没有受伤。难怪探子说雷贝入京之后，卫青迅速康复，巡防练兵如旧。刘彻早已料到，卫青才干绝人，用兵如神，外敌尚且畏他如鬼魅。大王如要出兵，定会先行刺杀卫青，以乱汉军，所以故意安排卫青假伤，让大王轻敌出兵，再派卫青伏击。所以雷贝叛变，刘彻估计我不会发兵，卫青也不用再办受伤。你竟然拿这个消息做人情！卫青被刺之时，你分明在场，还护卫着他斩杀刺客呢。正因刘彻不信我，特让卫青在我面前演戏装死，我以命相护，他却暗传护甲，根本就不会有事。他们军神同样狡诈，亏我当他们是兄弟。相比之下，大王更显仁德风尚，明君典范。刘彻这个小人，本来就是刻薄寡恩。若说仁德，寡人比得上。哼，刘彻也知道我们不会发兵，所以你这份礼对淮南全无好处。好，我还有第2份礼。大王应该觉得眼熟吧？雷贝的剑，剑主正卧于跃马坡凉亭旁的黄土下，为背叛大王忏悔。啊，杀得好！我养兵1000日，又定好黄道吉日，全因为这该死的雷贝，都要推倒重来。你确实替我泄了心头之恨。可是一个人死，对于我而言，最多是解一时之气，意义不是很大呀。
看来大王最急于知道的，应该是关于大王亲弟衡山王的礼物吧？你是说你能助我与他修好？不错。段宏此来，除了是天朝的特使，也是衡山王刘赐的密使。别信口胡言了。叔叔与父王向来不和。兄弟系于墙，外遇其无。大王一直小心谨慎，迟迟不起兵，不就是怕衡山王黄雀在后吗？其实衡山王的心思与大王一样，他怕大王侵其国土，惶恐难安。那如今，他对寡人的怨怼恐惧已消除了？早就消弭殆尽了。而且我已说服他与大王合作，只要大王批准，我立刻安排衡山王与大王密会。荒谬！区一个段宏，无才无势，凭什么让他听信于你？寡人也好奇，你到底用何方法来化解本王与弟弟的积怨呢？大王与衡山王兄弟失和，实为心病，奇珍异宝当然治不了。只有我这代主才可起死回生。素足以令大王兄弟重归于好，结盟得天下的异斗素。陛下，淮南送来密报。牛鼻环，段宏保住性命，过了第一关。鼻环套牛，任人牵扯。这是指他已经成功用计，将刘安套住。想必刘安现在正被段宏的牵绳拉着，一步步进入我们的圈套之中。段大哥果然智勇双全，想不到他仅用1斗素便取信于刘安，这么快就传来好消息。1尺布尚可缝，1斗素尚可冲。兄弟2人不相容，这是当日民间传作的歌谣，诉说刘安父亲与先祖皇帝的故事。当年淮南厉王刘长目无法纪，祖父多番容忍，他仍不自省，竟然谋反。祖父不忍兄弟相残，把他流放，可他却自杀了，让祖父背上了杀亲之罪。所以，段大哥再结2王丧父之恨，他们就自以为天生羽翼，自会同仇。我祖父哀怜他们丧父，不计前嫌，让他们得地封王。可他们兄弟不懂感恩，反击旧仇，与其父一样生谋反之心。朕若不将2人拿下，怎对得起先祖皇帝的在天之令？如今，段大哥令2王歃血为盟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淮南王必会重用他。他表面拉拢，暗中却挑拨，定会让2兄弟两败俱伤，致内乱于未发之时。段宏办事，朕甚是放心。可惜那西北隐患依然蠢动，被打败1次，暂且退了。不过一会儿又卷土重来。陛下放心，既然段大哥已在淮南牵制而亡，国内无虞，卫青愿请旨出征，让外敌明白，他们每次犯边，都必打败，好叫他们以后安分守己。好，朕有你2人，何惧内忧外患？今次出征，就让霍去病跟你同去，让外敌知道我大汉多能人，一名少爷，足可叫他们丧胆。诺。姨母，票摇校尉霍去病参见皇后。来，霍校尉，果真威武不群。当然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病弱小儿了。有舅父教我骑射，又有段叔叔教我武功，如今我的骑术
剑术、武艺无一不精。你武艺固然高强，可是，毕竟还太年轻。年轻也可以有所作为啊！皇上16岁已登帝位，内敕纲为，外修信目。姨母放心，小小一场战役，霍去病应付有余。姨母就是担心你年少气盛，自负骄躁。皇上虽是16岁就登基，但他从小修文习武，熟读治理之法，通晓圣贤之言，所以如今治理天下，行事有理。可你呢，从不读兵书，亦不晓兵法。兵书上写的大多都是中原作战之法，但我身处大漠荒地，面对的是西域夷人，行军之法本就不同，而且作战主要靠的是谋略。若是一味拘泥于兵书兵法，反而失了适时应变之机。说的好像句句在理似的。可是战场上生死相拼，领军者肩负的不只是胜负荣辱，还有军中上上下下与边疆民众的性命安危。轻浮自大，只会害己害人。姨母啊，我从小就跟舅父出入军营，常听他讲解行军之术，外敌强烈之处，所有的兵法，去病早已谨记心中。何况啊，更有陛下分派的一营精兵，又有舅父领军指挥，去病我并非独行，更不能独断。姨母不用担心。看来，去病也不是只凭血气的莽夫，倒像个有勇有谋的将才。只是外敌凶猛善战，在战场上，你一定要戒骄戒躁。去病遵命。去病从小多病，多亏姨母悉心照料，如今才有机会上阵杀敌，建功立业。我霍去病一定凯旋归来，报答姨母的抚育之恩。平定外敌，固然是姨母所愿，但姨母最期望的是你可以平安归来，这才是对姨母最大的报答。姨母放心，我与舅父一定平安归来，且带着赫赫战功。姨母就在长安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免礼了。琴音是心，你的乐曲婉转悠扬，回音袅袅，如清风回旋于山谷之中，造诣不错。多谢陛下赞赏，奴婢奏的不过都是些小情小趣，哪里比得上陛下一曲能到天下？你听过朕奏琴？奴婢暂无福分得闻陛下琴音。但陛下心怀天下，气盖山河，所抚琴声必一如其人，恢宏壮阔。你聪颖机灵，琴韵妙绝，朕偶然路过，就被吸引过来。然而，细听之下，发觉当中既有悲怨，就似那清风想越过山谷而不得。让人忍不住叹息。奴婢小小伎俩，陛下全部都看透了。清风被困，琴音如诉。
难道你是在以清风自比？奴婢不敢，只是觉得宫内样样都好，唯独高山流水，知音难寻。知音不见，伯牙绝弦。奴婢一路弹奏，心中滋嗟。不知这宫中可有人与奴婢共鸣一曲？要找知音又有何难？今夜我们不论礼法，只论知音。你叫？奴婢江氏。江姬。好。我这是做梦吗？是梦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奴婢入宫之前家人送的16玉坠，他们特意嘱咐奴婢，临幸之前挂在腰间，求得多子多福。这就成全你一个多子多福。陛下，小的有急事禀报。什么急事？就不能稍后再说吗？皇后说此事重要，要立刻禀报。是什么事？恭喜陛下，王姬喜得龙翼。皇后已经在掖庭照料，正等着陛下过去呢。果然是孟兄有兆。备驾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奴婢在此恭候陛下回来。彻儿，他只有一个皇子，不够啊！为了大汉根基稳固，汉室定要开枝散叶。你身为后宫之首，延绵后嗣，是责无旁贷啊！陛下，作为君主，有责任安定民心。臣妾虽身在后宫，可天下之事并非全无所知。各路诸侯，陛下的兄弟叔伯各居封地，拥兵自重。立汉以来，诸侯作乱屡见不鲜。若汉室后嗣单薄，陛下只要龙体烧剑为和。这些不轨之徒以为有机可乘，就会兴兵作乱，那就是一次生灵涂炭呐！江山社稷为重，望陛下亲疏采选圣谕。恭喜皇后，王姬有喜了！真是太好了，怀上了，终于怀上了，恭喜皇后！来人，即刻禀告皇上，不许耽搁。诺。子夫终不负母后所托，皇上在天血脉，实乃我大汉之福。
愿祖宗庇佑，保我汉室子嗣兴旺，国祚绵长。也保佑王姬腹中龙翼，健壮安康。宫中嫔妃同心，视为己出。愿上天体察皇后苦心，和乐永享，事事如愿。参见陛下。知道你一定在此，奔波了一夜，还要来祈求祖先庇荫我们的孩子，真是有妻如此妇，夫复何求？芳华有命，不失懿德；荣宠加身，不忘世责。于平阳侯府，朕与你初时便风华落寞，后待你入宫，种种艰辛难以言说。只是你得召后宫，忠感天地，成为天下之母，自始至终都不正、不显、不露。你正是如此德行模范。陛下，臣妾怎可与太皇太后并谈？若不像祖母，那看母后又如何？陛下，不要再捉弄臣妾了。两位太后皆是德彰天下，子父望尘莫及。朕句句发自肺腑。当日你何等大度，为了天下社稷，忘极苦劝，搬出汉室安危来压朕，强把朕这夫君推向他人。最初，朕真的不高兴。但如今，朕不得不承认，确实心安不少。多一个孩儿，大汉就稳固一点。而且朕也为你高兴。苍天不负，你终于圆了母后之托，得偿所愿了。看到陛下高兴，臣妾也心安了。那你告诉朕，你高兴吗？能不愧母后，不愧先祖，臣妾当然高兴。能为陛下稳固天下，臣妾更是高兴。深知陛下事事以子夫为念，关心子夫的感受，臣妾不只是高兴，那还有什么？无比幸福。这种安心喜乐，足以让子夫以后面对任何事情都甘之如饴。你放心，将来你面对的只会是福与乐，再也不会有从前种种的委屈与惊险了。子夫相信，有你这话就好。子夫，明日朕要离宫一趟。离宫？战事紧张，军饷调度，各郡响应都是制胜关键。朕想亲自料理。陛下亲理军情，那子夫也要效法太皇太后与母后，在此闭关，为我们的孩子祈福。有妻如此，朕就放心了。别等了，等了这么久，皇上都没有来。不，我一定要等到。皇上说过，会成全我一个多子多福。或许皇上真的是离宫办事去了，不如我先去打探真确，然后我们再来吧。江姬，这么巧啊！王姬也来散步啊。我自从怀孕之后，皇上牵挂得不得了，嘱我定时散步，我岂敢为止啊？这也是，龙胎当然要好好护佑，要不然也难向皇上交代。哎呦，江姬原来又是来弹琴呐！听闻先前你被召侍寝，
是不是因为我妹妹怀孕的急报，坏了你的好梦啊？不过龙胎要紧，皇上自然紧张了。真是对不起姐姐了。对了，还没有恭喜妹妹呢。恭喜王姬喜怀龙子，愿龙子早日平平安安诞下，为大汉开枝散叶。谢谢姐姐，既有姐姐的祝福，我一定平平安安的生个皇子。有陛下的护佑，当然平安了。不打扰妹妹散步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这江姬，请留步。这玉珠是你的吧？怎么会掉下来呢？原来是我玉坠上的流苏珠散了。这玉坠散了不要紧，要是我不小心踩到滑倒了，伤了龙胎，那就是大祸了啊！真怪我不小心，还好妹妹无事。16玉坠啊，16多子，这下玉坠没了，那多子也没了吧？皇上说了，会成全我，我一定能怀上，你就等着。皇后万福，都免礼吧。谢皇后。奴婢已经准备好了沐浴和斋食，皇后先入内沐浴更衣吧。不急。诺。后宫事务有劳姐姐了，最近一切安好吧？还算如常，就是出了点小意外。江姬早前跌倒，伤及髋骨，或会影响将来生育。这阵子大小事情，众妃健康，我都一一记在册上，送呈了过来。那有劳姐姐陪我去配殿，我一边看一边问些详情。诺。皇后驾到！参见皇后。见皇后。快免礼。皇后，奴婢不争气，没脸见皇后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跟我说。回皇后，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妹妹这阵子就是这样病恹恹的，我们都以为怀孕就是这个样子。方才午膳后就突然见血。可有传过御医？御医是来了，但也只说她血脉虚，查不出其他原因，只是再开了安胎的药。启红正在煎药呢。是奴婢不好，辜负了皇上的错爱，皇后的托付。好了，你先别多想了。我以前怀孕的时候也曾见血，后来胎儿也保住了，不是吗？你别太担心，把药吃了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奴婢知道了。怎么这么久啊？腿长石头了是吗？把药拿来。来，慢着。启红，上前来。皇后有何吩咐？明月，你可闻到香味吗？是，好香。皇后，我们都用妆粉，当然满室皆香了。这后宫妆粉，我都是按个人喜好分配。王姬是鹅黄粉，只会有白芷的味道，而你的身上独有月季花香，非你该有。奴婢该死。方才午膳后就突然见血，可有传御医？传了。慢着，上前来。皇后有何吩咐？你的身上有月季花香，非你该有。奴婢该死。师姐夫你好奇怪呀，出去跟那个王桑碰个面，知道王爷被人下了药，你还这么高兴？因为卫子夫就要当灾了。当灾的是那下毒之人，一定会被揪出来判个死罪，与卫子夫何干？因为该杀的不杀，罪就在卫子夫了。这个妖女皇后
成天喊着什么和乐后宫，他有一个歌姬攀上皇后之位，就是靠这一份伪善来抓住人心。那个狗皇帝向来子嗣不昌，终盼得再有皇裔，如今竟有人意欲加害，狗皇帝一定大怒，必得手刃凶手而后快。那妖女越心慈，他越会处事不公，惹皇帝生气，就会跟那个狗皇帝越离越远。这场好戏，我真想亲眼目睹。皇后，将姬到。皇后晚安。起来吧，我在为众姐妹缝制香囊。皇后亲自做香囊给我们，花香宜人，也能凝神定气，陶冶性情。皇后对我们真好。你上次跌伤，伤患痊愈了没有？谢皇后关心，有御医照顾，又有皇后不断送来的药食用品，奴婢的外伤已经痊愈，只是因此不能生育。相信妹妹一定很难过。皇后，奴婢，你既进宫，我就视你为家人。我只希望后宫每个人都平安和乐，舒心顺意。最近多事，先是你不孕，再而王姬胎儿不稳，竟然见血。我去探望王姬时，发现她的侍女启红神色有异，追查之下，果然是启红在补汤里下药，几乎令王姬滑胎。启红已向我坦诚，自己利欲熏心，受人收买。我乃念他无知，且诚心认错，免他死罪。若主使者也能坦诚错误，真心悔改，或许本宫也能免其一死。将姬，你有话要告诉本宫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但本宫有。启红已经指证，是你收买他向王姬下药。我没有，是王姬收买下人诬陷我。自从知道你受伤不孕，本宫一直注意关心，为你筹谋往后生活。不管是出宫重获新生，还是留在宫里继续生活，本宫都会按你意愿尽力安排。可你想的却是谋害他人。时至今日，本宫独见你，是想给你机会，盼你知罪认错。但原来都是本宫枉费心思。御医证实，启红所下的正是能导致滑胎的蒲黄，而最近宫内只有你因治淤伤而要了此药。我确曾要此药疗伤，但也不能证实下药的就是我呀。皇后明鉴。不错，蒲黄并不能指证你，但收买启红的财物中，你的妆粉却是铁证。这月季花香粉奇香无比，但仅有一盒，唯你独有。你以此粉收买启红，当中的月季花香却揭发了你，还要我拿出其他证据吗？皇后饶命，奴婢只是一时冲动，想要泄愤，并非存心害人。泄愤？奴婢入宫以来，从未受到宠幸，皇上连奴婢是谁都不记得，难得可以侍寝，却因王姬怀孕而告吹。本已难过，又被王姬姐妹所弃，跌倒，以致不孕。后宫之中，个人有个人的境遇。历代以来，恩宠尊荣、儿女成群的又有几个？凄凉的远不止你一个。你却诿过他人，更蒙歹心害人。可当日确实是因为王姬姐妹言辞侮辱，奴婢才会气急而跌倒。想到将来无儿无宠，在宫内孤独老死的凄凉，全因王姬而起。而她
却受宠怀孕，无比风光。奴婢只是一时怨恨迷信，才会犯下这谋害皇嗣的死罪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闯下大祸，请皇后恕罪。其实奴婢除了为自己出口气，也是为皇后。那王姬名位未尊，一朝得宠，已经霸道嚣张。他日若诞下皇子，恐怕不止侮辱欺凌众姐妹，更会动摇皇后与皇子的地位啊！奴婢真是诚心维护皇后和皇子，只要皇后饶恕奴婢，江柔以后尽听皇后差遣。皇后一向宽容待下，即使饶恕奴婢，也不会招人疑心。放肆！我宽容待下，竟让你窃此狡辩。本宫真心把你们看作家人，王姬与你我共侍一军，她的孩子也是你我的孩子。你伤害的不只是大汉的皇嗣，也是自己的孩子，天理难容。奴婢知错了，皇后宅心仁慈，厚道明婿，不会杀人的，不会杀奴婢的。本宫的仁慈，本宫的敏恤，竟成为你狠杀孩子的仗势，那本宫更要严正执法，绝不能姑息养奸，不让心存歹念的人贻害后宫。来人！在。江姬谋害龙羿，论罪当斩，把他拉下去，后斩。皇上驾到！陛下救命啊！参见陛下。陛下圣安。都免礼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江姬下药，意图谋害王姬腹中胎儿，幸亏臣妾发现得早，胎儿无事。但江姬毫无悔意，不断窃此狡辩。陛下，奴婢冤枉，奴婢下药并非自愿，而是受人所逼。受何人所逼？是皇后。皇后指使你向王姬下药？千真万确，陛下，皇后已不是陛下所知道的贤后，她怕王姬生下儿子会威胁到她母子的地位，知道我与王姬不和，又一直盼能弑君，故意安排侍寝机会相诱，叫我下药令王姬滑胎，若我不答应，就永不能见陛下一面。奴婢无奈之下才会下药，岂料皇后却将所有罪责推到我一人身上，意图脱身，还要杀奴婢。大胆将军！谋害王姬母子不成，还为图脱罪诬陷皇后。皇后善心仁德，是日积月累的言行所证。岂是你一人之言可以歪曲？你歹毒如斯，死不足惜。后宫之人，就由皇后处置吧。把江姬拉出去，力斩不赦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陛下饶命！皇后饶命啊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真的知错了，皇后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救我！饶命啊！皇后，你看这皇城多美。是啊，只可惜江姬殒命，再看不到眼前这美景了。假如臣妾能及早察觉江姬品行，不选她入宫，她此时或能在家乡过安稳日子。皇后可知，朕方才为何要听她那番窃语诡辩？臣妾知道，陛下是要臣妾看清楚江姬的狡诈，以免臣妾因杀她而难受。如此狠毒之人，即便没有入宫，在民间也会多行不义，自寻死路。以皇后之人，也要狠心严杀，必定死有余辜。
他执迷不悔，臣妾当然不会姑息。只是他的死，让臣妾明白“皇后”二字，实有千斤之重。一念间，一句话，就是一条命啊！居高位者，权力与尊荣背后，就是这千斤之重。但由你与朕一起承担。朕勤政安民，平定天下；你传德后宫，教化万民。你我同行共勉。指望臣妾能不负陛下所托，臣妾今后会更用心。臣妾坚信，滴水可穿石。但愿王后能止祸患于未发。还记得当日说的比试吗？富国安邦，乃朕之志；而和乐后宫是皇后之愿。你我就此立约，同岁之约，以此生为契。不达者罚。好，不达者罚。此生为契。此生此世，与你白首偕老，共枕盟约。陛下。奴婢果然猜中了，大人喜欢吃这些清淡的小菜。你从何得知？奴婢冒昧，上次大王设宴，奴婢以磬弹奏的简约清音，大王似乎沉浸其中。所以奴婢就猜，段大人应该喜欢吃这些清淡小菜。我初来淮南，弹奏清音的，就是你。奴婢本是府里的歌姬，大王说奴婢灵巧，又懂得做菜，便派奴婢过来服侍大人，希望能合大人胃口。我也并非只爱清淡小菜，但这鲜笋的确让我回想起少时的往事，所以不免怀念。虽然这是一道素菜，却隐隐透着鸡肉的香气，还有荷香。这是奴婢家乡的做法，荷叶用鸡油涂抹过，所以透着肉香，让竹笋更加可口。儿时贫困，家里只有一块熏肉挂在横梁处，远远看着。奴婢家也是，要到过年了才能吃上一口。我少时不懂事，总是想方设法要偷吃，被发现后免不了父亲责罚。奴婢也是，最怕父亲罚奴婢大冬天的赤着双脚踩在冰水里了。不过家父极其疼爱我和母亲。奴婢父亲也是，每次能吃肉的日子，都会把肉让给奴婢。而他自己只是用沾过肉味的荷叶，包着菜来解馋。原来段大人和奴婢小时候的经历这么相近。大王，大王，看来你们两位很投缘呐。奴婢去给大王温酒。啊，我命立即来伺候你，果然没错。这位姑娘做的菜非常可口，下次让她为你做一个葱拌豆腐。葱拌豆腐，清清白白。多谢大王美意，也多谢大王证明我清白的忠心。段兄弟的一斗粟，果然化解了我们兄弟之嫌。寡人与弟弟衡山王已经结盟了，恭喜大王，兄弟同心，坚若磐石。只要时机一到，何惧大事不成？你果然机智勇猛啊！寡人取代不仁之君，指日可待呀。今后你就安心留在淮南，
为我训练新兵。多谢大王提拔之恩。大王，段大人。李基，你虽有淮南一绝之誉，但毕竟是个歌姬。从今日起，寡人收你做义女。做大王的义女。这段时间，你好好陪着段大人，替寡人招呼我们淮南的上宾。谢大王，奴必定尽心服侍段大人，请大王放心。起来吧。臣段宏多谢大王心意，段某一定会忠义以报。就凭你忠义以报4个字，寡人愿意你兄弟相称。臣不敢，臣只求大王准我余暇之时，游走四境，以访寻父亲。这个当然。王府中的马车护卫，你可以随时调配。多谢大王。找到段老先生的时候，他已病重，幸好他一进城就被发现了，及时送到了孔御医城郊的家中，由孔御医亲自照顾，现在暂时保住了性命。他的病有多严重？常年积郁成疾，气血大虚，阳气衰微，情况不容乐观呀。孔御医说，如果他有家人，要尽快安排见面，他可能命不久矣啊！什么？你去告诉孔御医，不论用什么办法，即使倾尽太医术所有药师，一定要保住段老先生的性命。还有，此事绝不能外泄，包括皇后，违者死罪。臣遵旨，臣定会守口如瓶。段老先生血弱气尽，药石无效，臣等也无能为力，求陛下恕罪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陛下，臣妾的亲兵查探到，有个叫段忠的老人家最近现身长安，他应该是段大哥的父亲。确有此事。陛下知道，想必已经派人找到。确实已经找到了。太好了，那赶紧派人把他接进宫来，静待段大哥回来相认，臣妾也好见见他，谢他当年赠饭之恩。不用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这些年来，他四处漂泊，访寻妻儿早已经是心力交瘁。几年前得了西奔之症，自知命不久矣，再走到长安，已经是油尽灯枯。陛下知道的如此详细，难道？朕早前已寻到段忠，把他安置好，让于一寸步不离的照顾。那陛下可有通知段大哥？段大哥忠君爱国，置生死于度外。段宏所有的牺牲，朕定会给他赏赐补偿，绝不亏待。难道陛下以为，与父亲久别团聚，是官爵财帛可以替代的吗？段大哥离京前
牵挂的只有父亲。盼父盼归是他唯一的心愿，可陛下找到段大叔却不告诉他。那朕该如何？派人去淮南，教段宏闯过刘安军马奔回来，还是将奄奄一息的段忠送去淮南虎穴？段宏身在敌营，若受此事影响，智取刘安的种种部署均会功亏一篑。臣妾明白陛下心系天下，可段大哥，段宏也会被揭露身份，身陷险境。即使他能全身而退，但他久留淮南，朝中早已认定他叛逆。若他无功而回，朕该如何待他？陛下顾虑周全，是臣妾未有细思。你既视他为大哥，就应该想到，若知真相，他定陷于忠孝难全的困境中，你可忍心？朕宁为他承担不仁的骂名，免他为难于忠孝间的抉择。朕也错了。没有通知段大哥，陛下无错。可陛下为何要瞒着臣妾呢？朕已说过，段忠身子太弱，难成车马劳顿，不能入宫。那至少可以让臣妾出宫一见，还报当年赠饭之恩，也好带段大哥尽一点孝。皇后贸然出宫，你是要天下人和刘安都知道我们在为一个逆臣寻父，还照顾得周到吗？那陛下可有告诉段大叔，他的儿子忠义仁勇，在朝为官，为国尽忠吗？朕只能谨慎行事。陛下的谨慎，却让一生坎坷的老人孤独而死，连儿子的成就，甚至生死都一无所知。你怜悯一个老人是否安详而去，却不体谅你的父亲做此决定有多艰难。又要钱，只是要他们散布几句谣言，值不值千金啊？我与公主刚刚修好，又钻出这吸血虫，我绝不会受他们牵制。可他们想要挟君侯，向夫人说出真相啊！真相？你告诉他们，即使受我夏侯颇指使，但公主与卫青有染，联合卫氏姐弟左右朝事的种种谣言，都是出于他们的口。公主，好一个夏侯颇！原来所有的谣言都是你造的！你把我说成什么人？你怎能如此狠毒？我做这一切，都是因为爱你。爱？你竟然说得面无愧色！你不配！你心里的爱究竟是什么？是陷害！你害我与卫青，背负多少骂名！卫青，卫青，你心里就只有卫青！你还敢说？我与卫青的所谓私情，全部都是你造的谣言。当日你指责我私会，亏我还自省，是否太不避嫌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编的风言风语，故意叫我难堪。这一切能怪我吗？早在曹石死时，我与你前，你们两个的事情已经传遍长安城了。什么君侯一事，鸾凤于飞，这些全是污蔑之词，也不是空穴来风吧？我若不这么做，怎能博得你的青睐？你的意思是，既然我轻于一回，你多说几句，多踩几脚也无所谓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可知道，勾结外戚，意图谋反是死罪。如果不是皇上信任我，你的所作所为不仅得不到我，更会要我的命啊！公主如今不是完全无缺，和皇上
姐弟情深吗？你句句辩解，却句句更显你的卑劣。自始至终，你根本就是在算计我，算准我疼惜香儿，你就去寻粮食；算准我疼爱弟弟，你就向他奉军饷。我以为你诚心，本想以心相待，原来只是应了你的算计。以心相待？你何曾对我以心相待？你为何嫁我？扪心自问，你嫁我是为了忘情，我忍；你当着我的亲朋让我难堪，我忍；卫青出事，你硬闯大将军府，不顾我这个夫君的感受，我也忍了。忍？我此次回来，是你说不计前嫌，重新开始。原来你根本没有忘记。是，我忘不了。如今你为当年的谣言，把我的爱意心思践踏殆尽，我更忍不了。你人在汝阴，心却在长安那个马奴处，你还好意思怪我？我夏侯坡堂堂汝阴侯，本可美人尽报，何必独尊你一个？你说夫若磐石，坚而不移。我须妻若蒲苇，柔而不折。本想与你从此缱绻一生，本接着拿来给你看，为要与你夫妻互爱互惜。幸好我因此知道嫁的是个只求私欲，不择手段，为过于人，还以爱做借口，那我就不必错付感情，一切已成覆水。从今与你锦断不复。陛下圣安。皇后免礼。谢陛下。今早收到懿函上奏，懿叔叔，他奏请赐书与各地详叙学术，让各地贫寒修文学理，实施好事。朕让天禄石渠阁送书与他。那臣妾替各地贫童孤儿谢陛下。懿函广传福善于四海，为汉室培育才德之士，实是大功。朕想收他为局长，借周游各地之便，为朕举荐孝廉贤能。懿叔叔深谙民意，举荐之人定是贤良方正，可助我汉室平定民安。方才见你在专注作画，在画些什么？是为段大叔盖棺的帛画。哦，是吗？帛画盖棺，引魂飞天，皇后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这天上与地下两部分，是宫中画工所制，臣妾也只是做了中段的人间部分，以为段大叔之灵。陛下日理万机，还要做各种艰难的决定，顾虑臣妾与众人的难处，一定更辛苦。人间部分是死者生前事迹。皇后认识段老先生，由你来作画，确实合适。久未与段大叔共处，只记得他教段大哥吹埙，抒发情感。
这父子追寻，画得很生动。看来你花了不少精神。段大叔生前，子夫未能报他深恩。如今人已仙逝，子夫能做的，只是静心斋戒，为他做着薄花。你正斋戒？臣妾只是想静心做着薄花，引之飞升，让段大叔含笑9天，那样，段大哥从淮南归来知道，也有所安慰。陛下若要在交房殿用膳，臣妾吩咐厨房准备荤菜。不用了。皇后斋戒，朕怎好在旁吃荤？而且朕还有些奏折要看，不耽误皇后作画了。皇后莫太操劳就好。陛下。陛下也不要太过操劳。陛下，那道凤池凌霜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陛下特意为皇后张罗的几鼎美食，也都已经……不用了。皇后斋戒，不要扰她静息。摆在非常殿。陛下，那臣就把食物送到非常殿。不用了，朕不想吃。可是陛下，当中那进贡的羊卤已经温热，恐怕是无法保存啊。王姬怀孕辛苦，送去给她补补身体吧。诺。皇后，王姬平时请安也常缺席，今日我看恐怕也不会来了。王姬怀孕，肯定不方便，我也明白。就请徐黎夫人向诸位妹妹讲解亲蚕礼的仪式吧，不用等王姬了。王姬到。参见皇后。你身体不便，不必拘礼了。谢皇后。奴婢这阵子常觉身体不适，少来请安，还请皇后恕罪。这请安呢，只是礼教仪式，成于中而行于外。若心存恭敬，则不拘于形式；倘若心中不敬，那这礼仪便会徒具其表了。其实，奴婢每日都盼着见皇后，可是肚子越来越沉，一走动便觉不适。皇上总叫奴婢多休息。这几日，妹妹一直卧床调养，这不，刚刚见好，就非要前来不可。我受皇上之命，要照顾她，便只好陪她来了。那就快坐下吧。诺。今日御医可有诊断？一切安好吧？回皇后，一切安好。多谢皇后一直关怀，常送药膳给奴婢养胎。只不知奴婢是不是虚不受补，吃了还是倦怠气弱。这反而是昨晚皇上赐了奴婢用羊乳做的汤羹，一吃就似有神效。妹妹能开怀，腹中胎儿自然也就欢快。还有呢，启禀皇后，皇后，白民来给皇后报喜。报喜，大将军胜了，霍校尉他也获胜了。皇上正在议事，先派白民来报。皇上主臣一定要告诉皇后，霍校尉虽是首次出征，已见神勇，出入敌阵立了大功。只要他们一切安好就行。恭喜皇后！皇后真是一门俊杰，大将军已是护国功臣。霍校尉
更是少年英雄啊！最难得的是皇后与家人的贤德，即使功高位尊，仍是千景宽仁，礼待臣下。等大军回来，皇上对功臣的封赏恩宠，肯定丰厚实在。皇上说了，除了封赏，待大将军与霍校尉归来，还要邀请皇后2位姐姐与家人入宫，设宴同庆。那吃的就不止羊乳血鸡了，肯定是五鼎四簋的国宴了。恭喜皇后！敌方轻视我小子，我就深入敌军境内，叫他们知道莫轻视我年少。好，就800人，进他数百里，歼敌军2000多人。好啊！最重要的是无恙归来。姨母，去病履行承诺，平安归来了。皇后不必担心，卫青果敢，去病骁勇，他们2人都是朕的钢铁臂膀。姨母可知，去病此次还手刃敌人的相国、当户，他们除了闻舅父便落荒而逃，也会因为我霍去病的名字而闻风丧胆啊！是啊，就属他最勇猛，一直往前冲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大将军，你这样说会吓坏姐姐。去病，你不是答应过不会冲动鲁莽吗？姨母放心，去病是依据形势才单刀直入，还连立2功呢。皇后，去病神勇，连凶悍外敌都怕，确实领我汉军扬威大漠，不能轻看的勇将啊！这小子有陛下包庇，臣妾怎敢轻看呢？这就好。霍去病听风。飘摇校尉霍去病听旨。霍去病虽是初生牛犊，但此仗大败外敌，勇冠3军，朕就封你为冠军侯。食邑1600户，赐府邸。谢陛下封侯赐邑。然而，陛下赐府，去病愧不敢受。为什么？此次在边疆，看到外敌扰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守边将士也是风餐露宿，所以当时就对自己许诺：边关未静，无以为家。说得好，不愧朕对你姑息已重。这府邸朕记住了，他召你进边歼敌之日，就是朕赠府之时。谢陛下隆恩。起来吧，子父，你别怪朕对他偏心。我们这医生确有过人之处，还有我们的弟弟，今番领军也是功不可没，赐千金。哎，都免了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好啊，我们的家人都大显才干，功勋盖世。带你2位姐姐进宫，今日的家宴就圆满完整了。陛下，陛下对臣妾所尽的心，臣妾敏感五内。叫！叫！段大人，刘安已决定于下月15起兵谋反，这是进攻路线与兵力部署，一定要亲自将密函送回长安。喏，刘赐那边放心，一切进展顺利。这是密使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交给大人的，以防情况突然有变，大人可调度应对。是虎符，可调遣天下兵马，可见皇上对大人的信任。你回去转达一声，我段宏会万死不辞，完成皇命，帮皇上静候佳音。喏。